好，接下來看到是大陸的晶片大躍進哦，川普的封鎖政策完全破功了。我們今天也會另外來關心到是有關於大陸的電力哦，是否稱霸全球呢？因為大陸現在要發展 AI。好，趕快來看到是中美的科技大戰。現在在說這個2026會不會是一個最後的決勝點呢？最新有幾個指標，我們今天要帶觀眾朋友來看到大陸在晶片發展上的指標是提前達陣的3個方面。今天會來看到是大陸的第一個晶片崛起，第二個是它的 GPU 跟它的 AI 布局，最後是在它的算力 AI 發展跟它的電力方面都有非常達標、提前達陣的一個跡象。好，先來看在晶片方面，2025年底的時候，這個時候做了一個實質的計算，大陸的半導體設備的國產化已經超過了55%，比原定計劃的還要超前5%。其他的國產設備也有非常好的一個成績，不管是刻蝕機的國產化，或者是清洗設備等等哦。再來就是最重要的是它的7奈米晶片，比原先規劃2026年的第2季還要提早了，是在2025年前的年底就已經正式的達標了。再來，它的晶片的市占率，國產化晶片市占率從2024年只有25%，已經到去年的35%了，大幅提升了10%左右。AI 發展方面，2027年也要達成這種關鍵技術的安全與可靠的一個整體供應。好，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楊老師怎麼看了？先是這個晶片國產的設備化已經超過50%了，2026會不會就是中美晶片大決勝的一個關鍵年？其實2026會是一個關鍵。那因為整個這幾年來，中國大陸的就是技術自立自主哈，不只是在先進製程已經推進到7奈米，那特別你看到它是在設備、然後材料以及成熟製程的這個市占，其實都往前推進。而且它當初是有一步步的這個規劃的。那因為中國大陸自己本身就是全世界半導體最大的消費地啊，因為大部分的這些需要用到半導體的這些車子啊、家電啊、白色家電都在中國大陸製造嘛，所以就量而言，它是絕大部分的消費所在，而大部分就比例而言是成熟这個製程的。成熟製程現在它已經來到35%，其實在去年年底2025年年底的時候呢，國際上的推估大概到了2030年，中國大陸就會超過50%以上。如果看到這個速度的話，其實大概不用等到2030年，也就1半以上的這個成熟製程、消費電子產品所需要用的這個芯片，都是大陸自己做到，而且它所使用到的材料、設備、裝備，那你看到像是去年3月跟10月2次在上海到深圳的電子展當中，光講一個廠商就叫新凱萊，對，它就在各個你看到像是這個就是刻蝕機稍微我們叫曝光機了哈，慢一點，其他的像是薄膜層機啊或者清洗設備啦，這些東西都已經推出來，那只不過是說呢，在適應到成熟製程的時候，大概已經完全可以替代，可是到了先进製程，這還是一個關卡是沒有錯。特別要提醒的就是今天現在這個時間。1月9號，在美國拉斯維加斯的這個 CES， 就全世界最重要的消費電子展，基本上聯想、機器人各個品牌，中國大陸的品牌又回去了。你會看到整個英文跟中文的這個報道上面，大概除了美國的 NVIDIA， 因為黃仁勳親自出席之外，其實整個的焦點、媒體的焦點都在一些最新的機器人設備以及 NVIDIA 所就是聯想所提出來 AI 裝置還有相關的這些項目上面，所以在消費電子在成熟製程上面，中國大陸其實已經是快速的趕上，甚至要主導。但是呢，美國怎麼樣能夠在就是先進的 AI 以及先進製程上繼續守得住，那就是看下一個階段中國大陸的發展了。好，這個是有關於在晶片產業上面的發展提前達陣。那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第2個提前達陣的，還有它的 GPU 跟它的 AI 發展。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最新的數據，也就是去年1整年做了一個統計。CG 上面看到大陸的 GPU 市場，華為呢在2025年是拿下了102
億美元的40%市占，正式的超越。虽然輝達也是40%的市占，但是它的金額稍微低一點點，是101億美元。那麼，但是呢，到了2026就會預估會有一個大翻轉了。現在說華為預估占比會是50%，也就是從原本的40%上升到50%，輝達會落到第4名，接下來市占甚至可能只有8%，中間卡關的第2、3名包括了 AMD 跟寒武紀，所以等於輝達的市占率從它在中國那時候的高峰95%，一口氣不斷的下滑，所以呢，難怪這個黃仁勳要一直跟川普喊話說，趕快開放不管是 H200、Blackwell 或者是 Rubin 晶片給大陸吧。另外，這些新秀的廠商4家也快速的崛起，成為大陸的 AI 戰力的生力軍。不管是這個木犀或者是必任等等，我們畫面上看到的還有這個天數智新等等，也都快速的崛起，也難怪黃仁勳會非常的擔憂。委員怎麼看？我覺得川普自己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才是問題所在。為什麼？美國人在打這一場晶片科技戰，第一個戰略目標是希望中國無法生產高端智慧型手機，所以限制高端智慧型晶片可以賣到中國大陸，或者中国大陸自己設計的高端智慧手機晶片，台積電不准幫他加工。他以為這樣就卡住了，因為高端手機智慧晶片必須要在10奈米以下，結果沒想到華為突破了，那怎麼辦呢？好，這啞口無言。接下來想想那還有什麼高端的 AI 晶片？那高端的 AI 晶片，不幫你做，你做不出來了吧？那你即使設計的出來，你這個也沒有。那目前的確是使得這個華為也好，海思設計或其他的什麼寒武紀啊，這些 AI 晶片，逐漸的。跟美國有一點的距離，結果沒想到一看，它雖然晶片不如你，但是系統湊一湊，竟然還不輸你太多。因為跟手機不一樣，手機基本上靠晶片為主，但是 AI 是靠系統為主。我這裡稍微插一點別的地方來補足一點，用軟體來補足啦，用通信系統來補足，但通信系統偏偏是華為的強項，所以華為的升騰晶片的確是不如輝達的晶片，但是整體系統起來，差不了太多。那你說在川普怎麼辦？然後輝達就很急了，你不幫我賣，他就越做越好。那我這不是白搭了嗎？那所以川普要管制也不是，不管制也不是。然後中國的晶片產業，他們想到一招，那我不讓你做晶片製造設備總可以吧？那現在來了，剛才你講得很對啊，我跟他解釋一下晶片製造程序哈。晶片製造是晶片線進去，第一道清洗那第二道薄膜沉積，簡單講在上面貼一層，以後要做光刻用的叫薄膜沉積，然後再清洗，因為薄膜會有很多清洗，那清洗完了以後開始光刻，刻完了以後再清洗，那這是第一層。因為它有好幾層的電線，然後清洗完了以後再薄膜沉積，然後再清洗再光刻，這是好幾道程序去把它疊出來的。那好，那你總該不會做這麼高端清洗設備吧？對不起，做出來了。那你總不會做這麼高端的薄膜沉積設備吧？對不起，做出來了。你現在做不出光刻機吧？好像快要做出來了，所以川普真的不曉得該怎麼辦。管制這個也不對，不管制這個，你管制你失去市場，你不管制，可是他又迎頭趕上，他該怎麼辦？他真的不曉得該怎麼辦。好，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擔心的不只是川普，不只是黃仁勳，其實擔心的還有這個美國的科技業大咖，包括了馬斯克等人哦。我們來看到馬斯克，他特別講說，未來在發展 AI 上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就是有關於算力。那算力的關鍵又是來自於電力，尤其現在馬斯克很擔心大陸在這個電力上面的發展，他認為展現了巨大的優勢，他甚至預估，也就是2026今年大陸的電力發電量會是美國的3倍。但我們也來看到說，大陸到底怎麼來做這個電力，用的就是他做的這個方法，叫做西電東送，讓這些西部的豐沛的綠電可以送到東部去，支撐東部的 AI 運算。現在規模已經達到了4.2億千瓦，綠能佔比高達30%。那另外一方面也會做東數西算，也就是說，在東邊的這些城市呢的海量數據，它會傳到西部的這些土地豐富的地方來做運算跟儲存。AI 大戰，張景老師怎麼看？我想大家要知道，這個馬斯克講的是對，
但也不完全對，因為電力是建立這個就是人工智能這個產業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你所需要的相關的包含晶片在內的電子元件的各種的硬體，以及各種的演算法、程式、網絡科技、通信科技，還有未來如何做市场管理。因為中國大陸的目前人工智能直接对着这個消費者算是相當成功，但是對於產業那些整個就是安排的市場秩序，那還有努力的空間。但在這邊我們要提醒一個，很多人都詬病大陸這個資訊封閉，有一個這個資訊長城。那為什麼這個就從來沒有擋過這兒？所以中國大陸也是有我們大家都知道，中國大陸人人會翻牆。